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传统燃油车在冬季寒冷的环境下的使用和保养注意事项。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进入了千家万户，很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也开始担心起来，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又有什么独特的需要额外注意的点呢？那么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新能源汽车在冬季和低温环境下的养护和用车注意事项。首先，和传统的燃油车一样，新能源汽车的车身、车漆、玻璃、雨刮器、车灯和轮胎在冬季也一样需要额外注意，但是方法和传统的燃油车基本一致，因此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解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观看一下上期节目，了解一下这些车辆外观结构的冬季保养攻略。而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相比于传统燃油车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动力总成的差异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力是由电机和电池组所提供的，没有了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和油箱。因此咱们这里也主要针对这些不同之处做出解释。尽管这2年随着各大车企纷纷进入了新能源汽车市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上升，但在面对严寒天气时，纯电动车的续航能力衰减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每到冬季，原本2-3天充一次电的车就得1天充一次了。为了能够节省电能，减少充电频率，很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一到冬天甚至都不敢开空调了。根据美国汽车协会近期对特斯拉公司、宝马集团、通用汽车公司、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等企业的多款新能源汽车进行的续航里程测试结果显示，在打开空调的工况下，与24度的舒适环境相比，在零下7度的寒冷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平均减少41%，低温环境严重制约着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这主要是因为呢，动力电池的内部分子活性受温度影响较大。当温度较高时，动力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加快，电池活力较强，电池的充放电性能也就更好。反而言之，当温度较低时，电池活性受到影响，充放电性能也将有所下降。因此，咱们第一点要说的就是在冬季使用新能源汽车时，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并预留出足够的电池矿量。目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实际续航里程都在300到500公里之间。然而在冬季，由于电池的续航能力衰减，需要额外预留出来足够的矿量，以应对电池续航的突然降低。很多车主都曾在冬季出行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本来出门时显示还有500多公里的续航，结果开到300公里时就突然提示续航变成0了，然后趴窝在路边。因此在冬季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时，需要提前考虑进去这种情况，尽量在表显续航里程之内提前个1到200公里就开到充电站去充电。那么说到了充电，冬季给新能源汽车充电也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点。首先，在充电前要检查车辆的充电口，保持充电插头的清洁和干燥。因为冬季一冷一热的状况下，霜就会化成水，很有可能会渗透到插头里面，进而对充电车辆的电池造成影响。除了使用自家充电桩时需要注意外，在使用公共充电桩时，同样要看一看充电插头是否清洁干燥。如果有雨雪或者泥污残留，要尽可能的擦干净，以免充电口受损。此外，要确保充电的环境通风干燥。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去地下停车场或者车库之类的地方停车充电，或者可以在一天当中相对较暖和的时候充电，这有利于提升电池活性，减少续航里程的损失。寒冷天气下呢，每次使用完电动汽车以后，也要及时的给汽车充电，避免造成亏电现象。而且使用完毕后及时充电，还可以减少电池预热时间。这是因为此时电池的温度仍旧较高，能提高充电效率，并保证电池能够有效的充满。
此外，在停放1夜之后，第二天开车之前，如果能够提前1到2个小时再次启动充电，也可以有效的加热电池组，提升电池续航能力。即使没有条件提前充电，也建议车主在驾驶上路之前先热车几分钟，给电池组一个升温的时间。这里说的热车呢，其实就是打开用电器、暖风等等，让电池先工作起来。说起暖风，新能源汽车的暖风和传统燃油车相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传统燃油车的暖风是由鼓风机把发动机和冷却管路当中由于运行所产生的热量吹进驾驶室的，属于自采暖的一种，本质上是不会产生额外的能耗的。而电动车由于没有了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因此吹进来的暖风都是来自于电加热元件，属于是用电取暖。那么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如果开启了暖风，续航里程一定是会有所减少的。尽管特斯拉等个别新能源汽车厂商使用了一种叫做热力泵的元件来给车内供暖，据说可以大幅降低供暖所消耗的电能，但是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仍旧采用了传统电加热。因此，如果感觉车内温度还能接受的话，为了节省能源增加续航，可以关闭暖风，或者尽量把暖风的温度调低一些。如果实在接受不了一定要开暖风的话，那么用车过程中时刻关注续航表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用车习惯的部分。首先，低温天气里车主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静止车辆，因为低温状态下电池内部的电解液会变得更加粘稠，包括锂离子迁移的速率、材料本身的导电性都会变差，使得电池的活性降低，从而影响电池发挥正常的性能。如果过长时间不使用车辆，很有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永久的损伤，即使温度恢复正常后，电池也无法恢复原有的续航和性能。此外，电动汽车在冬天使用时需要特别防范深度放电，不要总是将电池用到几乎空了才想起来去充电。偶尔一次这样的突发情况还好，但是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再加上天气寒冷，电池的寿命可想而知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另外，有些新能源车主是近期才刚刚换车，开车时还依旧保持着开燃油车养成的习惯，比如说起步时习惯猛轰油，或者开快车、急刹车等。这些驾驶方式呢，其实对电动车的电机和续航里程都有很大的影响。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应注意缓慢起步，保持平稳的速度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或加速等激烈驾驶方式。一旦迅猛提速，电动车的电池就需要释放大量的电能来提升速度。在冬天电池内部温度很低时，耗电更为严重。因此，冬季驾驶新能源汽车时要尽可能平稳，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粗暴的驾驶方式。此外，和燃油车不同的是，大部分电动车的经济时速范围约在40至80公里每小时。驾驶时让电动车尽量多的保持在经济时速范围内，就能够有效的延长续航里程。我看很多刚购置电动车的车主们也发现了，电动车在相对拥堵一些的路况低速行驶时，耗电量要比高速度驾驶时低得多。因此也可以说，驾驶电动汽车时慢点开比高速巡航要更省钱。这一点和传统燃油车截然相反。最后，如果冬天驾驶车辆不频繁的话，可提前将电池充满，并且隔一段时间就给电池充电，保持电池的活性。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总结出来的冬季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看完能够有所收获。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